1947年，鸠山由纪夫出生于日本东京港区麻布的政治世家，祖父鸠山一郎是日本二战后的首任首相，父亲鸠山威一郎曾任外务大臣，家族4代从政，政治影响力贯穿战后的日本。但这种天选之子的身份并未让他顺从家族的政治剧本。小时候的他性格内向，对政治并不关心。1965年，自东京都立小石川高校毕业后的他，在日本20世纪60年代科技立国的口号下，进入东京大学工程学系，苦心学习救国利民的本领。1969年毕业后，他又奔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留学。在美留学期间，鸠山由纪夫感到当时的日本存在很多问题，由此开始萌发从政的想法。1976年，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他回到日本，在东京工业大学担任助教。1981年，又就任专修大学经营学部助理教授。直到5年后，39岁的他才因家族责任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，正式开启了政治生涯。鸠山由纪夫的政治起点是自民党，但他很快对自民党的官僚主导、腐败丛生感到失望。1993年，他宣布退出自民党，参与组建先驱新党，开启打破自民党垄断的征程。1996年，他与监制人共同创立民主党，并提出友爱政治的理念，主张超越党派对立，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社会问题。此后，他多次担任民主党党首，直到2009年，他带领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，终结了自民党长达54年的执政地位，成为日本第93任首相。虽然当上了首相，但鸠山由纪夫的执政时间仅仅只有8个月。执政期间，他的改革尝试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。他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，主张日本应与中国、韩国等亚洲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、政治合作，而非过度依赖美国。他试图调整驻日美军政策，要求将冲绳普天间基地迁出冲绳县，以减轻冲绳民众的负担。他还推动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，如生育补贴，每月发放约3300美元，直至孩子15岁；公立高中学费全免，取消老年人医疗自费上限等，旨在缓解日本人口老龄化、少子化带来的社会压力。但这些改革均因现实阻力未能完全落地，普天间基地的搬迁决议也因美方坚持原方案而陷入僵局。社民党因不满基地问题退出联合政府，加上同时间被爆出的民主党政治现金丑闻事件，鸠山由纪夫的支持率暴跌至17%，最终于2010年6月2日宣布辞职。辞职后，鸠山由纪夫并未远离公众视野，反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历史反思与中日友好中。2013年1月，他以个人身份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，成为第3位参观该纪念馆的日本前首相，前2位是小泉纯一郎和村山富士。在纪念馆内，他多次对遇难者遗像、遗骨、双手合十默哀，郑重表示：“我为当年日本兵犯下的罪行道歉，真心希望历史悲剧不再重演。”他还写下友爱和平的题词，表达对中日友好的期待。他认为，就算只有一个中国人被日军残杀，日方也不能以国家处于战争时期为借口，这些暴行就算在战时也不可接受。又指日本有责任宣布永久终止战争，以澄清国际间的争论，并向全球宣扬非军国主义。2015年8月，他前往韩国首尔西大门刑务所博物馆，这里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监狱，关押过大量独立运动人士。他在烈士纪念碑前下跪，向韩国受害者道歉。他说，日本对韩国实行殖民统治时期，许多独立运动人士遭关押、拷问，甚至失去生命。我由衷地对此表示道歉。这一跪使他成为2战后首位以下跪方式向被侵略国家道歉的日本政要，也让他成为日本国内的争议人物。右翼势力指责他是卖国贼，称他的行为是在损害国家尊严，但国际社会普遍称赞他的勇气。韩国网民更是感慨，这样的日本人令人尊敬。中国媒体则评价他为日本民族的良心。鸠山由纪夫的和平理念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贯穿他一生的信仰。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，认为供奉战犯是对亚洲受害者的伤害，多次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，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的事实。他推动恒久和平调查局设置法案，要求在国立国会图书馆设置专门机构调查日本战争罪行。虽然多次成为废案，但他仍在坚持推动。他还担任过北京外国语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武汉大学等多所中国著名高校的名誉教授。他支持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
认为东亚合作是日本未来的出路，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。2023年8月23日，鸠山由纪夫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日本政府24日的排放核污染水的举措，点名日本政府既没有守约，也没有道歉，擅自打破约定而强排核污水。就算把核污染水叫成处理水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2025年9月3日，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，再次强调历史不会因为掩盖而消失，承认错误才是走向未来的唯一道路。个人生活方面，鸠山由纪夫的妻子是原宝冢歌剧团演员鸠山幸，两人在美国结识，于1975年结婚，并于第2年生下儿子鸠山纪一郎，是一名工程师，目前定居俄罗斯。鸠山由纪夫的一生是理想主义者的一生，他试图打破日本政治的传统格局，推动国家走向和平与合作，却因现实的复杂而屡屡受挫。但他的坚持让更多人看到了日本社会对历史、对和平的另一种可能。